在吉林省的东南部有这样一座县级市，它同时与朝鲜和俄罗斯接壤，每年都会有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来到这里。街道上的广告牌都是中朝俄3种语言，说它是国际化城市一点也不过分。它和北太平洋的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是整个吉林省距离大海最近的城市。它同时也被誉为中国帝王蟹之都。据说我国80%的帝王蟹就是从这里出发，运送到全国各地。它就是吉林省延边自治州的珲春市。珲春是个内陆城市，但帝王蟹生活在寒冷的深海中。为什么珲春会成为中国的帝王蟹之都？是什么原因让这座城市可以望海却又遥不可及？又是什么神秘力量吸引着众多俄罗斯人纷至沓来？这次我们决定去趟珲春，感受一下东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师傅，我不能过桥了，我是韩国人。要到饭了，兄弟们！哎，不能搞偷袭，我告诉你。这老头都100多岁了。你这也太厉害了！10个人得有8个人是俄罗斯。整个餐厅就只有我们一桌中国客人，其他的全都是俄罗斯。炸冰淇淋，哎，无情扒拉手啊！这能播吗？这个？辽源棉袜，20块钱一包。这字啥意思啊？俄罗斯字吗？棉袜。啊，就这个棉袜是吧？那这下边这个呢？这是纯棉袜子，棉吧，20块钱10双。这是就是咱是珲春人全会一点俄罗斯语不会，我是不会。那他们如果要是来买东西，就咱咋跟他交流啊？我这个字告诉一下啊，10双这一包啊，20块钱就完事儿了。微信啥他们有吗？微信有，微信也有啊。咱这东西比其他地方都便宜。这个是什么？灵芝？这个好可爱呀！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泡椒，泡泡椒，泡椒，这个是不会吃。哦，不是，我是说这个，这个是狍甲，狍子是吗？对，撒狍就这玩意儿。我这还挺可爱的。这个能干啥用啊？这个一般买回去都也有做药的，拿当摆件吧。母子不当家，就公子当家。梅花鹿是母子不当家，母子是下山，公子当家。吃啥的？10个人得有8个人是俄罗斯。8点半这么多人。最一之前你来吧。啊。西方国家他们去不了啊，干什么啊？这是北朝鲜来的大鱿鱼，我能拿起来看一下子不？随便，这跟个玩具一样。冻崩硬。师傅，我想问个问题，从北朝鲜咋整这玩意儿过来呀？肯定能过来。奔北朝鲜奔俄罗斯，能过来，过不去。我听我爸说是能从那个冻冰的图们江上一脚踹过来这种。那不现场，啊，行好，谢谢啊。连我的醋，万岁！我身后的这条江呢，就是图们江，江的对面就是朝鲜了。江对岸的这个朝鲜，我们看到它建了很多楼跟房子，它那个楼是粉红色的，我看着还挺好看的呢，建的还不错。然后那边应该是一个小村子或者是一个小镇。我们刚刚摄像机拍到了前面的那个山坡上面，就是对面的那个山坡上面有3个人在走，但是拍的不是很清楚，能看出是3个人在走。你不冷啊，师傅？这多好啊！啊，这多好啊！太厉害！你这也太厉害了！这啥？这多好啊！太厉害了！你这我看着你都冷。这多好啊！沿着302国道走的，然后发现一个断桥，这个桥的上面晒的都是一些玉米。哦，这里边还能进来呢。我上去看看。
窗户也能开，能看到那边远处的就是图们江。这个桥在快抵近朝鲜的土地那边是断掉的，那边能看到还有一些桥墩子，但是上面没有铺桥面，估计可能后面要开发的话会铺上桥面吧。我们现在来到了我刚刚看的那座桥，桥上很多老乡在这边晒着玉米，这玉米真不错。桥下边就是进的那个线，这个桥应该有年头，上面很多这种岁月留下的痕迹。那边就是朝鲜的车。图们江还没有完全冻上。图们江窄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冰川非常窄。我们现在要去房川村，房川村呢又被称为东方第一村，它处在中国、朝鲜还有俄罗斯三国交界的这么一个边境地带。那最初呢，这个地方因为战乱啊是没有人居住的。抗美援朝结束之后，从1961年开始，有陆续的20几户朝鲜族人家搬迁到了这个地方，扎根生存在这里。走，我们进去看看吧。这个门建得真气派。从这个门一进来就是雕塑伏牛，文山这边有一个特产就是黄牛肉，挺好吃的。东方第一村大舞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才艺特别的匮乏，因为你得给大家表演点才艺才行。这种青瓦白墙的建筑很有朝鲜族特色。哎，我看到小猫了，哇，你是朝鲜族的小猫猫吗？那边有人给它搭了个窝。Hello， 안녕하세요。你会说中文吗？这只黑猫有猫粮不吃，去翻垃圾桶。哎。兄弟，喂，你没吃饱啊，兄弟？他在咬里面那个快递袋子，你找吧，给他吓一哆嗦。它这个标语生成画上面，这个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夏天这里应该会很好看。你看还有花呢，像这种开着门的小院儿，它房子上写着编码的，应该都是民宿。它这个路有点像磨盘铺的，招财进宝。祝愿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能招财进宝。我之前看过央视的一个采访，说这个村子经过了3次改造。第一次改造的时候是在1976年，那个时候村民建房子是自己掏钱出资一部分，然后国家再补贴一部分。第2次改造和第3次改造分别是在2006年和2017年。那这2次改造呢，村民就不需要再自己掏腰包了，全部都是由国家出资改造完成的。因为这个村子它在这个景区门口嘛，它一定程度上也做了一些商业化的设置，但是据说啊，这个村子里面还是有朝鲜族当地的村民居住的。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圈河口岸啊，从这个口岸可以直接去朝鲜，不过我们作为游客最远只能走到那个桥上，不能再往里走了。然后那边是买门票的地方。师傅，我不能过桥了，我是韩国人。不是，你能走到桥一半，桥这边都是，没有，桥这边都是我们中国领土。圈河口岸遇到了一个韩国的朋友，相当不错。你的中文说的可真好。谢谢。这边的这个朝鲜语跟韩语是一样的吗？也算是个方言吧。方言，但是你是都能听懂。是，确实是。韩国籍的游客来这边是没有什么限制的，直接来就可以了。就是能来就来了嘛。对。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来都来了”，是吧？这边有很多游客在珲春啊，还有延吉啊。你只要不过桥就没问题。中间一半是中国，一半是朝鲜的。这个江其实是共用的，只要就中朝有一个协定，它是只要你不踏上对方的土地就不算过境。对，我自己过来的。哇！我去年去了延吉，然后本来打算要珲春的，然后这次就是来到珲春。哦，东北旅游开始，南方小土豆。南方小土豆，哇，你这你都知道，游客就只能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个大门拦住了，那边我们就进不去了。再往那边走就是朝鲜了吧？他这个车为什么可以在上面过？这算是中国的车是吗？嘿嘿，有意思。那我坐他车是不是一样就能过去了？站到中国这一边来。站到中国这边了。嘿嘿嘿。嘿嘿嘿。2、1。Hello。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朝鲜族菜天鲜包饭。哇，这里面还挺大的呢，没坐过这种炕，体验一下这个。很有朝鲜族特色啊，吃饭得脱鞋上炕才行。它这个炕还有一个给炕加热的一个开关按钮，它整个炕都是热的，而且如果你不想坐在这个炕上的话，就可以坐在这个小板凳上面，然后把这个板凳放在炕上。我们点了一份包饭，然后一个菜，它这边有包饭的那个使用说明，这块是用来包饭用的菜叶子。然后这个是包饭酱，那个五花肉，这个五花肉要蘸一下这个酱。我先揪一个苏子叶啊，这个苏子叶长得跟桑叶一样。我先整点米饭进来，把刚刚蘸过酱的这个五花肉放进来，放点虾酱，再放点萝卜条，放个大蒜片，再来个青椒片，包起来，大概就包成这样，就可以吃了。最外面那一层是苏子叶的香味儿，这个辣酱呢又有一点辣，所以有一种朝鲜族特色的辛辣味道，而且这个苏子叶的味道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嘴巴里面弥漫的最多的是苏子叶的味道。所以其实整个包饭，除了这个米饭跟五花肉是熟的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生的，你能很明显的吃出来它这个食物和食材自己本身的味道，还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健康的。下面请欣赏大型要饭现场，行行好的，给点饭吧。哦，我感恩你，我的大人。它这个套餐里面是有2份饭的，因为我们怕2份都吃不了，所以先吃1份，另外1份如果吃不了就可以打包。要到饭了，兄弟们！一口都进去。生下人了，包太多了。刚刚老板告诉我要一口闷才是比较正宗且地道的吃法。味觉的层次感非常好，因为第一口那个叶子它是脆的，然后你吃到里边的饭啊、肉啊，它又是软的，然后当你吃到那些蒜瓣啊、青椒啊，还有你放的葱的时候，它也是脆的，递进又变化又循环的这种口感。就很棒，这个大米饺子真的巨大，放到杯子里，我们衡量一下，放不进去，它就是很大的一个。我估计我吃2、3个这玩意儿就饱了。它里面的馅料给的非常足啊，整一个饺子全都是满满的馅料。哎呀，这个饺子皮有点粘牙。这个是大米做的是吗？大米面。哦，我以为是糯米面。一个人昨天来的，都馅吃了，皮都不吃了。别的地方没有，就珲春3个店。那时候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那样一步一步来了。所以就是您家人也都是朝鲜族人吗？我家里人都朝鲜族。珲春这边朝族人多吗？不是多，都韩国去了。都去韩国了。哎，去韩国。这里1/3是朝鲜族吧。所以那这边小孩上学也是学2个语言了。一开始都是2个语言，汉语一个，朝语一个。那你小时候也是专门学的汉语吗？我们没有，就我们那个时候农村就个这汉语拼音和那个，就我们说话也现在声调都错嘛。
那您是自己后来学的汉语？对。哦，说的挺好的，我感觉。会有俄国人来吃。俄国人，我们家今天没来了，每天来。俄罗斯人都那个原因。爱国，老姐，几位？老板娘挺可爱的，而她讲话能感觉出她的语序有点，因为她本身是朝鲜族，所以她的那个语序可能有点像朝鲜族的那个语序。我们2个人就只点了3份菜，已经吃不了了，就剩这么多。所以在东北2个人吃饭慎点3份及以上的菜码。我们刚刚吃的那些，刘美丽同学去结账，加上那个打包盒1块，一共是90多。2个人做到一点都不剩的话，实际上大概只需要50左右就可以了。这边真的是量又大，然后又物美价廉，真的是超级棒。现在是珲春旅游的淡季，所以这边游客比较少，大马路上也看不到几个人。我们现在要去吃一家俄罗斯菜，这个俄罗斯餐厅是网上搜的，据说餐厅的店员也都会说俄语。欧式街，不过现在是下午，所以里面都没亮灯。本来这里也没什么人，我们来的不是季节。这家西餐厅带劲哦，店门口在放着卡秋莎。你这电话亭能打到伦敦吗？我的电话亭通往莫斯科的方向。欧式街招牌广告上面俄语是大字，那边的那些广告招牌汉语是大字，这边是俄语是大字。珲春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啊，所以它的淡旺季还是比较明显的。上午的时候，那个大哥跟我们说，旺季的时候，这个路上10个人里面能有8个人是俄罗斯人。你即将走过的这片路，左右两侧各有4个小男孩冲着你滋尿呢。兄弟们，来接受上帝的洗礼吧！你看这小孩滋尿就滋尿，他还得看着你。就是这家马克西姆，点的蔬果汤，它里面就是西红柿，完了之后我看还有豆腐，好像酸甜口的。哦，这个不是豆腐，这是芝士，好像把那个西红柿切成了小肉丁，然后以及芝士放在一起煮的。我们点了一个肉饼，切开之后全都是这种满包的肉馅儿，然后我们还点了一盘土豆泥，但是这玩意儿单吃也不好吃吧，所以我就把它搭配肉饼吃，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吃这个俄餐啊，所以弹幕区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是不是这样吃的，也可以告诉我。我刚刚在菜单上我都没看出来它是鹅肝，因为它在菜单上也是这个形状这个样子的，所以俄式的鹅肝长得有点像面包，它切开之后里面又有点像冰淇淋，底下还有洋葱呢。我先尝一下，是这么吃的吧？它吃起来像那种就是巧克力变软了的那种感觉，可能真的要咬好几下，鹅肝的那个肉的味道才会散出来，你才会意识到哦，我吃的是一个鹅肝。所以这套鹅肝其实我们2个人吃1块就够了。这就是山东那儿大馒头，你知道吗？当主食吃，饱腹感特别强。兄弟们，今天的最后一道硬菜啊，炸冰淇淋。这个据说是俄餐的最后一道饭后甜点，但我觉得已经挺硬了。炸冰淇淋，哎，这跟闯关东里面那个炸冰溜子有啥区别吗？它的那已经炸的这个非常焦黄了，而且听声音很脆。它就是饺子的形状，每一个都是像这样子的饺子的形状。它里面确实是冰淇淋，它外面就是裹了一层面粉，它这个里面的冰淇淋还是固体的，但你咬下去之后，里面就是冰冰凉凉的冰淇淋，很甜甜的味道。所以
所以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觉得它有点像冰淇淋馅的炸饺，又热又凉，这种感觉就非常符合我对战斗民族的想象。哇！牙齿过敏的同学慎吃啊，一定要慎吃，不要像我一样一口闷。哇！墙上贴的这些卢布，它的面额都不是很大。比如说这是10卢布，我看了一下汇率，10卢布大概就是7毛钱人民币，还有100的，以此类推吧，100的可能就是7块多，不到8块钱。但是写的上面是啥？就跟我们去那个商店便利贴爬美好的祝愿那些东西。对对对，这非常好，我们从哪儿来了，然后非常好吃，他们非常好，非常喜欢这儿，就大概就是。所以他们就是来这边吃饭，会像在欧洲那边吃饭要给那个津津实惠，他们会给小费贴在这。小费是小费，这个就是留作纪念了他们。OK。但是他们在这吃饭还会来看呢，然后有的时候来了，下次会再写，再往旁边写。咱们把旗。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儿吃了大概可能1个小时，整个餐厅就只有我们一桌中国客人，其他的全都是俄罗斯。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来这儿治疗的，就是看病的。看病？对他们来说时间很宝贵的，他们吃完还得去打针啦，或者是治病啊。为什么要来这边看病啊？他们便宜，俄罗斯治病不花钱的。对啊，花钱那个概念是什么？他就不会给你好好的那个去找。免费医疗在俄罗斯实际上提供的治疗就是比较有限，是吧？啊，对，他不会。像看病什么的，还是这边看的好一些。一般的做牙的很多，做的牙很不好，他们吃的东西一般的油炸食品比较多。有一个习惯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是家家都有存现金，就是都有钱，但是俄罗斯人不是，俄罗斯人就是挣点消费点，挣点消费点那样。谢谢。谢谢啊。客气慢走啊。这个建筑是瓦斯托克欢乐岛，它是一个俄罗斯主题公园。我查了一下它的门票，成人大概是158块钱左右一张票，这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它会开放。但是现在这个乐园冬天不开门，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它这个非常有异域风情的这个建筑特色了。这个是朝鲜族的小姑娘，她穿了一个朝鲜族的衣服，然后这边我感觉像俄罗斯的小姑娘，你看她穿的衣服，以及她这个长长的睫毛跟蓝眼睛，应该就像是俄罗斯的小姑娘。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中国的或者是汉族的小姐姐了。她的这个装扮有点像京剧里面的那个装扮啊。世界人民大团结。国际商品城，我们进去看一看吧。这一排都是俄罗斯的蜂蜜，远东熊天然蜂蜜。你看这边俄罗斯的这些蜂蜜，有很多上面都印着熊，还是挺可爱的。狗哥，这活不应该让熊哥来干吗？怎么你还背上了呢？啊，狗哥，你看着挺委屈啊。朋友们，你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俄罗斯的酒整得跟艺术品一样，这个大炮筒，这个子弹这个地方，兄弟们 ，CCCP， 这不是一个纪念勋章或者是一个包，这是一瓶酒，斯大林也变成酒瓶子了。这是啥酒啊？这能播吗？这酒瓶子非常艺术，对。肯定是格鲁吉亚斯大林故乡，这图案都是手绘图案，没有完全一样的。你想找一个全一样的图案，没有。无情哈拉少啊，普京都竖起了大拇指。Life was good and beautiful.
哇，那边可真热闹，这边有人在敲锣打鼓，好像在跳大秧歌。我都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欢快的声音了。哇，这有扭秧歌的，那边也有跳秧歌的，啊，好好看啊！边境小城的文娱生活真的好丰富多彩啊，多好看呢！这就是城市一抹亮丽的风景线。那边还有俄罗斯人也在拍照，果然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果然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今天早晨9点啊，9点在那儿50多人。行，我们明天9点去看看啊。9点过来。你没见过这场面？哎呀，那服装老漂亮了。啊，是吗？你在哪儿的？我是山东的。啊，你山东的？你山东什么地儿呢？山东字母。哎呀，字母啊，字母。我要给南考去了。我们这个是什么？珲春市的秧歌队吗？对，珲春市秧歌队。哦。很想让你们外人知道我们珲春市，也希望你们上这儿来玩。行，没问题。咱们群主太棒了。我们明天再来。我们明天再来，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现在在珲春的世纪广场附近，这边敲锣打鼓的非常的热闹，而且广场的周围还有卖苹果的各种小摊儿。这么大的苹果，这是哪里产的苹果呀？咱们这个珲春啊，珲春的苹果是吧？好大呀！这边还有很多在这晒太阳唠嗑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打牌呢。啊哈哈哈！这边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非常有东北特色，真好看这个衣服。一会儿就开始。说说这衣服是买的是吗？这衣服是买的吗？哦，这衣服真好看，好看。套套的，它好几套都在换，这套260多的。照一下啊，照一下。这两头都他妈100多岁了，是吗？这个胡扯的。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特别开心，我们能来拍他们，他们也特别希望我们能把他们的秧歌弘扬宣传出去。这个世纪广场就是市民的文化娱乐中心。我身后这些人，他们在跳那个舞，这边在跳大秧歌，然后这边后面有跳那个广场舞健身操的，在这边也有一拨人在跳秧歌。整个广场真的是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而且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他们特别的多才多艺。像我这种年轻人，就只能给大家表演一下狗熊蹭树了。大爷，您多大年纪了？68。扭的真不错。哦，嘿嘿嘿嘿嘿。啊，谢谢。你也会了是吧？我也会了。
客队里面的有一叔叔跟大爷还有阿姨，他们都比较热心肠。我们在拍，他们还怕我们冷，要把手套借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上他的那个小三轮里面去暖和，太友善了，太热心肠了。我们现在要去吃珲春的烧烤了，著名的珲春大串啊，这也是东北重工业了，属于是啊。这里有烤炭，这边还有那个暖气，这暖气还是挺热的，所以我都已经换上短袖了，因为实在是有点热。满满一盘子珲春大串，哇，这是那个超大块的，超大片肉，然后这个是大片的五花肉。我的烤串已经烤上了，它这整的跟淄博烧烤一样，也有一个小炉子。唯一的区别就是淄博烧烤会给你在后面烤到7、8成熟，然后自己在炉子上把它加热到全熟。而这边的肉上的就是纯生肉，然后你自己放在炉子上面烤到熟。这边还给你配了料跟小菜板，DIY 的这个自助烤肉的体验感拉满啊！珲春大串烤好了，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上面，这样的话上面的串就不会凉，然后下面的串还可以继续烤。这个串是挺大的，比正常东北地区的那些小串的量相对都要大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吃的，这还有料呢。我先蘸一点尝尝。这个料不是特别的辣，它是有一点微微的辣。它这个肉是肥瘦相间的，所以也不会一直让你吃瘦肉，也不会一直是肥肉，感觉很油腻的样子。所以它这种肥瘦相结合的感觉，我觉得对于撸串来讲是比较爽的。这一个大串啊，4块钱。我们在杭州吃烧烤，小串都要3块。还记得当时有一次晚上下班，我们2个人去一家杭州的鹤岗小串吃烧烤，2个人吃了300。我估计在这边可能我们2个人也就人均50。这蒜不会是人家生吃的吧？也有生吃的呀，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啊。有没有珲春的小伙伴告诉我，这个蒜是生吃，还是要把它放到炉子上烤一会儿然后再吃？这边的所有的烤肉都是自己 DIY 的，烤到几分熟也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所以珲春这边的烧烤更多的是自己烧烤的乐趣。烧烤店门口的小狗看上我的烤肉了，是不是？哎，哇，你不能搞偷袭，我告诉你。你这尾巴都快摇下来了。它能吃肉吗？能吃，都吃惯了。开了20多年了。我听刚刚坐我们后边那说就是曹主任，对，有曹主任，讲话就是曹主任。对，左右的。原先这个地方，这个是烟镇哈，他曹主任多。后儿就是年轻的都出国了，岁数大的以后挣钱了，就搬市里去了。就是正月前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是初4开业，就是台湾的，就是广东的，台湾的还来呢啊！他们也来，也是来旅游啥的，过年正好放假回来吃。俄罗斯来的多吗？俄罗斯夏天也有啊。那咱们怎么跟他们交流？就是能听懂吗？咱听不太懂，他不会说，完就比划，完了之后能知道。最火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桌？你坐满还得排号吗？210多桌。哎呦我脑！就是连翻台，总共连屋里带外面的炉道好像是不到50张桌，就是连翻台，就是紧着满目啊，翻台那儿的。我们一天卖300多斤肉啊！哎我的妈！就11就是那个，基本没有休，苦忙呗。下班都晚上11点多钟吃饭，平常正常是9点服务员就吃饭下班。既是好事也反正也累的。哎，累能挣钱，要不累能挣着钱吗？好，谢谢你啊！好。现在在珲春市的北山公园，这边有一个寺庙，它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塔，感觉应该也是珲春市的地标性建筑——神州第一缕佛光。天气冷了，菩萨也披上外套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我刚刚猛地一看，以为写的是真香定律。哇，看我的2米大长腿！诶，嘿嘿嘿。我们在这个世纪广场的旁边偶然发现了一个农贸市场，我看很多本地人在这儿买菜呀，还有买水果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附近逛了逛，真的好热闹呀！看着这附近的这个车流量还有人流量，你很难想象珲春是一个人口只有22万的一个县级市。看看这边的交通，稍微有一点拥挤啊，但是还是通行有序的。这边一排本地小摩的，这叫什么鱼啊？不认识，5块钱一斤。明太鱼真大呀！这是养殖的吗？这不是明太鱼养的，这是生活啊，这玩意养不了。这玩意儿没法养啊，这明太鱼。没有养的这个。那这是咋捞着的呀？这都是深海的，这都是进口的，中国都没有这个。进口的明太鱼啊！哇，咱中国没有。我吃了这么多年明太鱼，才知道明太鱼是进口的，我还以为是养殖的呢。养不了的。哦，都可以当凶器，我看见。你不是干啥刀鱼？花媳妇是啥呀？鱼啊？鱼，咱们青化的冷水鱼，冷水鱼干。这么小一个呢？嗯。这好可爱的。好可爱呀，这小鱼。这点辣椒一炒可好吃。它名就是花媳，所以它这也是野外抓的，是吗？哦。这边冬天卖鱼都不用冰柜，直接放外面就能冻得杠杠硬。大自然就是天然的冰柜呀。这个冻梨，南方的朋友们应该见不着，根本就没有。你这东西只有在东北能看到。还有冻柿子，5块钱。你听那响，冻得杠杠硬。这是啥呀？这是梨蛙。梨蛙呀，珲春的特产是吗？这个是100一斤的，你看那大的有，你看看多好。你看看。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要去这个帝王蟹展销馆里面看一看。帝王蟹在珲春很想你，我也很想你，帝王蟹。他说帝王蟹在珲春很想你，下边的英文是 I miss you so much in 珲春，所以我等于帝王蟹是吗？哇，这个是多少斤？大概是在8斤左右。我能拿一下它吗？好重啊，真的！你看它那2个钳子，然后它那个嘴还在动呢，一直在想拿着夹子夹我。如果被夹一下会怎么样？写字的那支笔啊，它一下就夹碎。哇，那我手指给它夹一下，岂不是要断掉一截？所以咱们现在这个价格是一个比较淡季的一个价格。对，过一段时间就要一个是过节，一个环境特别的恶劣了，它的这个成本也会高，就慢慢的也会持续开始涨价嘛。所以珲春本地人吃这个吃的多吗？还可以。如果说家里来人请客的话，他给您上一只帝王蟹的话，这个客人在这个主人心中其实就算很重要的了，因为这帝王蟹说是它不便宜，一只可能要1000多，1000多块钱啊。帝王蟹生活在400至800米深的寒冷深海中，对水质和温度都有较高的要求。以北太平洋为例，白令海、鄂霍兹克海和日本海北部的冷水海域都是帝王蟹生长居住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帝王蟹80%以上从俄罗斯进口至珲春，再从珲春运输到全国各地。珲春距离俄罗斯的扎卢比诺港71公里，距离摩阔崴的港口仅43公里，这使得俄罗斯捕捞的帝王蟹能够快速抵达中国，既控制了运输成本，也保证了帝王蟹的新鲜度。据统计，每年有超过150万只帝王蟹通过珲春进入中国市场。虽然帝王蟹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一只成年雌性帝王蟹每次可产卵数万粒，但捕捞帝王蟹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加之捕捞配额限制、保鲜、运输、关税、市场供需关系等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帝王蟹的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现在要去品尝一下这个珲春的帝王蟹啊，海鲜一条街这个地方。然后我后面有一个大的货车，货车上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把他们从深海里捕捞出来的蟹，用篮子一个一个的放到这个铁架子上，通过传送带的这种形式划到海鲜商行里面。哇，满满一箱，这个货车非常的大，也非常的长。这次是进了一次大货。这一只5斤多，170一斤，这一只大概也要个700、800块钱，还是有点贵。150是钓一条腿儿是吧？吃一条腿，有死的吃死的。有死的吃死的呀？那现在有死的吗？有。这死的多少钱？死的100。100呀？今早挑着俩，那个大的卖了180。那这个，拿这个吧，捡个漏是吧？捡个漏。地的都吃了。付了啊。我们终于吃上了珲春的这个帝王蟹啊！整个这么一桌，包括帝王蟹、包括北极贝还有扇贝，加起来我们一共花了769块钱。帝王蟹呢，我们选的是1蟹3吃的一个做法，这边的这个是辣炒，然后还有清蒸，以及这边这个是蟹膏拌饭，1蟹3吃20块钱一斤啊。但是如果你只选择一种吃法的话，是10块钱一斤。然后这是那个帝王蟹的主体啊。以及它的2个钳子，它这2个钳子特别有意思啊。右边这个钳子是很大的，这个是干架用的，然后左边它这个钳子呢比较小，这个钳子呢是干饭用的，分工很明确啊。我人生第一次吃帝王蟹，我们先试一个这个腿儿，哇，这个蟹腿里面全是肉啊，搁手太不文雅了。辣炒蟹腿，里面放了一些香菜、圆葱，还有芝麻。哇，满满的蟹肉，完整的一个蟹腿。帝王蟹吃起来确实是比螃蟹要爽的，它的这个肉质还是比较鲜美跟紧实的。然后这块肉是这个帝王蟹的屁股部分，刚刚那个老板给我们介绍说这块肉是整个帝王蟹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嚼起来比较有嚼劲的那种感觉。这钳子是帝王蟹右钳子，也就是干架的那个钳子啊。哎，它这个钳子里面还是很光滑的，它不是那种特别尖的那种。哎呦，钳子这边的壳好硬啊，钳子里面满满的全是肉。我真的感觉吃这个东西就是吃大号的螃蟹一样，壳里面的肉还真也挺多的，看着。其实它这个壳里边的肉还可以。但它最好吃的那块肉应该是在屁股那个地方，确实那个肉里边夹杂的它的蟹膏，味道非常鲜美，而且蟹膏的味道也很棒。它身体里边的其实也有一些肉，所以大家吃帝王蟹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部分。哇，它的身体里边这个肉一口下去巨爽，我整个嘴都已经开满了，好大。然后这个蟹壳里面放的是满满的蟹膏拌饭。我们现在吃的帝王蟹大部分都是公蟹，因为捕捞上帝王蟹来之后，母蟹要放回海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帝王蟹要从朝鲜那边进口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进过来母的。对。但是朝鲜那边有能力捞吗？有，远洋有，近洋也有。近洋的它又小。那咱们中国有船捞吗？就怎么说呢？咱们中国没有这个港。假如说中国就这个海，这个有这个港，这个船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帝王蟹了，就不是进口帝王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是进口帝王蟹，因为这个东西从哪捞上来，完了这船回到哪个港上就是哪谁的。假如说朝鲜捞的就是朝鲜帝王蟹，完了俄罗斯捞的就是俄罗斯帝王蟹，是这样的。那我们不能说从大连那边出去出船捞。没有那个捞不了。如果要是图们江的入海口咱能用，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自己出船去捞？帝王蟹就咱能做，就能自己出船去捞了，是吧？在谈呢。所以帝王蟹这个产业在珲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地位呢？说心里话，就现在帝王蟹在珲春能算是支柱产业，整个珲春都基本上围绕着这个进出口。帝王蟹我们已经吃完了啊。这个季节的帝王蟹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还是挺贵的啊。目前我们吃到的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个帝王蟹
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自己的渔船能够通过图们江自由地进出北太平洋捕捞帝王蟹的话，那个时候我估计帝王蟹会出现在更多人的餐桌上。那么问题来了，现在为什么我们的渔船没有办法通过图们江出海呢？我们打算明天去图们江边找找答案。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眼望三国的这个观景台上，这边可以一眼看到俄罗斯、朝鲜和中国，所以这一条江呢就叫图们江。图们江是发源于长白山脉的主峰，它全长有525公里。那其中它作为这个我们跟朝鲜的界江这一段是510公里，那剩下的这15公里呢是作为俄罗斯和朝鲜的界江。那这15公里也是我们从房川这里到出海口的这段航道的里程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们江上有一条横跨朝鲜跟俄罗斯的一条铁路大桥，连接朝鲜跟俄罗斯的唯一的陆上通道。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在正对面有一条蓝色的线，那个就是日本海了。我们距离日本海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望海兴叹，我们跟海之间还隔着这个俄罗斯的领土。这是一张清朝疆域地图，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吉林曾经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珲春也是名副其实的沿海城市。1858年和1860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导致吉林失去了大部分的海岸线。1880年，清朝帮办吉林编务吴大成第一次来到珲春，看到此地处于海防要冲，但却空旷荒凉，冒死奏请皇帝解除多年的皇家封禁，屯重兵驻守，同时移民实边。1881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吴大成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垦民的政策，各地的贫苦农民陆续来到珲春安家落户，开辟建设新的家园。虽然珲春得到了发展，但因为地处边境，当时的清王朝大厦将倾。吴大成怀着守卫国土的责任感，积极组织边民训练，加强边防。1886年，因沙俄私自挪动界碑，吴大成与沙俄据理力争，最终在谈判桌上不仅拿回被沙俄私自侵占的领土，还拿回了图们江出海口使用权。中国的船只今后可以自由出入图们江口，俄国不得阻拦。1909年，吉林省开设了第一个海关——珲春总关。丰富的渔业资源、繁荣的海上贸易，加之农业和手工业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当时的珲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珲春也成为吉林省重要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异国的货品琳琅满目，商人与货车川流不息，为当时东北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来自远东海洋的活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修筑了横跨图们江的苏朝铁路桥。该桥的修建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苏联对朝鲜战争进行军事援助以及物资运输的需要。但当我们今天眺望这座大桥，会发现它就像一个永远也不会抬起来的停车场收费杆一样，横拦在江面上。桥底至长水位高仅有9.6米，其中仅3孔可作为通航孔。这些设计严重限制了图们江的航运发展。再加上图们江河道淤塞，水下布满障碍物，导致稍大一些的船只都无法通行。前辈们力争而来的图们江出海口使用权名存实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珲春、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朝俄三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奠定了开发图们江的良好基础。新的合作港口、大桥、铁路、公路、物流中心、自由贸易区等等项目已经在磋商与筹划之中。202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中国船只经图们江下游出海航行事宜开展建设性对话。这将为我们使用图们江出海口通航带来新的契机。在房川村东方第一村的背后，有通江达海4个字，既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未来的展望。每当那缕来自图们江入海口略带咸涩的海风轻拂过一个个平凡的日子，也许在珲春人的记忆深处会泛起海浪与涟漪。每一次抬头向东的眺望，是对大海与远方的向往，也是对那片土地的伤怀。每一次炽热心脏的跳动，是对脚下故土的坚守，也是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在吉林人的灵魂版图里，每当听到海参崴、双橙子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就像儿时的乳名一样，既感到亲切，又让人伤感。不知道那片土地是否还能听得出我的乡音，认得出我的面容。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可以与正在看视频的你一起，自由地行走在那片目之所及又阔别百年的土地上，就像与一位老友的重逢，听海风向我们讲述它的发展与变化，我们也将向他倾诉在好久不见的岁月里我们所经历的故事。